还不快扶本少爷起来！谢随安压下神色的涌动，俯身将地上的人抱了起来。为书中的小炮灰却意外觉醒了，觉醒早了还好，但现在已经彻底把男主得罪了，他已经无法言语自己的结局了。许无忧的矫正狠狠踩在男主身上，踩在天选男主谢随安身上。男主不愧是男主，长得真是好看。而此时谢随安正满目赤红地盯着许无忧，男主又如何？不还是像条沟一样被自己踩在脚底下？既然自己都是炮灰了，而且还觉醒了，那为什么不干掉主角，自己做男主呢？许无忧打量着面前的人，生了恶劣的心思，收起踩在他胸口上的脚，挑起谢随安的下巴。哭一个给我看看，把我哄开心了就放过你。不说话，平时不是最听我话了吗？谢随安是他保姆刘姨的儿子，刘姨有个姐姐未婚先孕，想让自己的儿子有名有分享，进荣华富贵。妹妹在许家做保姆，求了自己的妹妹，商量着替换主人家的孩子，一换就是10几年。而他许无忧就是保姆的孩子，谢随安是真正的许家少爷。谢随安那眼神一眨不眨地盯在自己脸上，那眼神怎么像带着看猎物的眼神？不会谢随安也觉醒了，准备弄死自己吧？许无忧与他对视了2秒钟，突然松开了手，往后退没注意，碰到了旁边的凳子，屁股摔在了地上。谢随安反而有些着急。少爷，你没事吧？谢随安身材看着单薄，但其实身材十分好，个子又高，带着一股压迫感。许无忧时不时就会欺负谢随安，因为保姆刘姨的原因也住在许家，所以常常受到自己的欺负。今天是为什么欺负他呢？他想起来了，他给女神做的小蛋糕被谢随安当垃圾扔到了垃圾桶，他气不过，把剩下的巧克力全糊在了谢随安身上。谢随安当时不恼也不气，就这么站他面前让他打，还问他手有没有打疼，所以才把他欺负到了浴室里，嚷嚷着洗干净谢随安，说这么肮脏的人不配碰自己。他打谢随安，谢随安从来都不还手。许无忧从小到大被惯坏了，十分身娇肉桂，一屁股摔在地上，疼的眼睛瞬间红了，眼尾瞬间晕染了红，泪水在眼睛里打转。许无忧抬头瞪着谢随安，看什么看？还不快扶本少爷起来！谢随安压下神色的涌动，俯身将地上的人抱了起来，将人抱到床边，用浴巾单膝跪地擦着许无忧的脚。许无忧十分享受谢随安的伺候，往被窝里钻。谢随安，你以后再敢动我的东西，我就把你丢出去。他追女神已经2个月了，前2天女神说喜欢巧克力蛋糕，他才在网上学的较长，结果被当垃圾扔了。但他现在觉醒了，原来自己喜欢的女神喜欢的另有其人，而且一直把自己当舔狗，当零花钱提款机。好的，少爷，我睡觉了，把地板擦干净了，你再睡。困意上涌，许无忧抱着自己的小熊，蒙着被子睡觉，但完全没注意床边的人一直没动，直到听见沉静安稳的呼吸声，谢随安才动了动脚，因为自己身上有水，没有像往常一样爬上床。被子被掀开，谢随安的目光停在了许无忧身上，白衬衫衬衣被卷到了胸口，露出单手可握的白皙腰肢。谢随安俯视着床上的人，暖和的灯光映在瞳孔，但丝毫不掩饰眼底的疯狂和欲色，滚烫又热烈。小熊控的少爷不会拒绝他送的小熊，而小熊里面被他装满了安神的药粉。抱着小熊的少爷可真乖啊。第2天，许无忧穿好衣服起床，手机响起信息铃声，打开一看，是他的女神沈阳离。没觉醒之前有多喜欢就有多喜欢，觉醒之后才知道自己不仅仅是舔狗，还是行走的钞票机。许无忧同学，昨天没有赴约，不好意思啊。他昨天要去给沈阳离送蛋糕，结果就被谢随安给扔了，所以他没有去奶茶店，没想到沈阳离也没去。哼，以后这个舔狗谁爱做谁做。家里的佣人已经做好了饭菜，许无忧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勺子，准备去学校。肩膀突然被一只手抓住，少爷，您再吃点吧。自己以前都没少欺负他，为什么谢随安从来不还手呢？难道是看自己太好欺负了，故意让着他的？许无忧看了看谢随安，又低头看了看自己，他没谢随安高，平时被娇生惯养习惯了，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自己动手，所以他甚至没谢随安身体好，更因为小时候总生病，总是一副病殃殃的。让我吃饭？可以啊，你喂我。谢随安伸出手将桌上的饭端了起来，本就是娇生惯养的少爷，不仅生了娇气，更有顽劣的性子。勺子递到嘴边，许无忧张嘴含住勺子吃掉，下一碗碗里的饭被狠狠打掉，全倒在了谢随安的裤子上。不好吃，你喂的最难吃了。周围的佣人虽然早就知道这位徐小少爷脾气不好，但总是这么欺负谢随安，也让他们有些不满。旁边谢随安的母亲刘姨看见这一景象，默不作声，倒是拿过毛巾上去蹲下来擦许无忧身上被溅上的饭。少爷，没有烫到吧？站着干什么？还不快给少爷道歉！谢随安面无表情，目光死死地盯着刘姨放在许无忧腿上的手，像是在极力忍耐着什么。眼见谢随安不说话，刘姨顿时气涌上来，扬起手就要打下来。许无忧不悦地站起身，谢随安只有我能打，就算你是他的母亲也不行。
旁边的谢随安微颤了一下，抬起头来看着许无忧，眼中有着深深占有和一闪而过的欲望。这一天天的，烦死了！我去学校了，知道了以后会发生的事，算不算得上好事呢？男主谢随安，女主白小羊，要是没记错的话，过几天白小羊就会转到谢随安的班级。我并不知道他们详细的感情线，但只知道谢随安以后会为了那个女人而反抗自己，这可不太好。不仅仅要保命，还要欺负谢随安。上了一天的课，许无忧去食堂吃饭。这所大学就是以饭菜远近闻名的。无忧，今天的炸小肉丸我给你全要了。逍遥游端着饭盘站在打饭口，朝无忧大喊。许无忧比了个 OK 的手势，然后找个位置坐下，就看见了沈阳离。毕竟是校花，刚一进来就吸引了不少男生的视线。但许无忧这次可不会管他了。沈阳离一天都没见许无忧回复自己的信息，有些着急。毕竟自己所有的追求者中，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无忧。许无忧可是许家的独生子，将来是要继承许家的所有集团，妥妥的富家公子哥。无忧，你今天怎么没有回复我信息啊？你看新买的裙子好看吗？但可惜我没有搭配的鞋，放学后我们一起去逛逛，买一双吧。你要买鞋你自己去啊，跟我说什么？你长胆子了，你竟敢推我！许无忧被他气得暴跳如雷，抬起手就要打面前的人，结果就被沈阳离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无忧会这么说。听着周围的议论声，沈阳离面色有些挂不住。许无忧同学，是不是我昨天没有赴约，你生气了？我家里出了点事，所以没有去，对不起，你不要生气了。逍遥游端着2个饭盘走过来，就看见沈阳离站在许无忧面前哭，而后者则是一脸不悦。许无忧实在被他哭烦了，尤其是周围看热闹的眼神，他甚至觉得自己像动物园里的猴，正在被人戏谑的观看。别哭了，我没有生气。那你放学了能陪我去逛街吗？我一个人不太敢去。摆明了拿我当冤大头，摆明了挑高端奢侈品让我付钱，即使我再不缺钱，但也不会白白给别人花钱。沈阳离见无忧不说话，哭得更厉害了，整张小脸都哭得梨花带雨。早知道昨天晚上就不跟其他男生出去了，要是把许无忧给弄丢了，那自己喜欢的那些东西就不会有人给自己买了。不行，必须得给许无忧一些甜头，毕竟男人最经不起诱惑了。而他在这个学校里也找不到像许无忧这么有钱的舔狗了。许无忧被他哭得整张脸都冷了下来。逍遥游想过去打圆场，还没过去就看见沈阳离猛地靠近，许无忧亲了下来。看着面前放大的脸，尤其是瞬间扑面而来的刺鼻香水味，他立马别开脸。还好自己要是速度再慢点，初吻就没了。这一举动可实在是把许无忧给惹怒了，站起身掏出口袋的纸巾，不住地擦着自己的脸。沈阳离，你是不是有病？我之前喜欢你的时候你不喜欢我，现在我不喜欢你了，你又敢上来贴，我早就知道你就是看我有钱故意吊着我，现在看我对你没感觉了，你心慌了。不是的，我没有。不管有没有，以后别再来找我，我许无忧不再喜欢你了。许无忧懒得跟他再待下去，给逍遥游注意了一下眼神，两人纷纷往另一边的食堂座位走去。在人群中的谢随安将这一切都看得进去，但他来的不凑巧，挤进人群中只看见了沈阳离亲许无忧的那一瞬间。许无忧和逍遥游吃完饭就跑去学校外的网吧打网游，他俩从小一起长大，是最要好的朋友，打了1个多小时的游戏。逍遥游看着旁边的许无忧，将心中的疑惑说了起来。你真的不喜欢沈阳离了？真的不能再真了，以前比较蠢，现在聪明了。你先打着，我去趟厕所。厕所在里面，要通过一条走廊。手机里沈阳离还在不断给他发球和短信，他们都没有开始过，哪里有和好之说。面前突然有个人挡住了去路，许无忧往左走，面前的人就往左走，他往右走，面前的人就往右走。不长眼睛啊！许无忧猝不及防抬头，对上谢随安一双如野狼一般的黑瞳，里面带着丝丝的愠怒。许无忧瞪大眼睛，刚想破口大骂，就被捂住了嘴，抵到了墙角。你让他亲你了？谢随安松开他的嘴，目光落在他红润饱满的唇上，手心甚至还能感觉到压上他唇的触感。谢随安，你长胆子了，你竟敢推我！许无忧被他气得暴跳如雷，抬起手就要打面前的人，结果就被抓住，随后十指相扣按在了墙上。少爷，回答我，你没长眼睛吗？他亲我，我躲过去了，你没看到吗？少爷，你只能是我的。你干什么？别再让别人亲你，不然我一定把你关起来。许无忧很不喜欢这个姿势，谢随安本就比他高，就算平时营养不良，身材也比他高大。这么暧昧的姿势，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俩2个男人在干嘛呢。谢随安伸出手按上他的唇，手指抚摸着。你干什么？别再让别人亲你，不然我一定把你关起来。
嘴唇的疼痛和屈辱的姿势，许无忧更害怕被路过的人看见。可偏偏谢随安还一点反应都没有。你特么的谢随安，我跟你没完！松开我，我想上厕所。许无忧瞪着面前的人，他真的很急，再拦着他真的要当街尿裤子了。谢随安视线往下面扫了一眼，随后的低声笑了。他很少见谢随笑，平时都是面无表情，像个面瘫，哪怕被欺负了，也只是皱眉，哪里像现在这样勾起唇角笑。笑你妹个锤子！许无忧明显能感觉到谢随安从他身上起开了，最后大力推开他就往厕所狂奔。等着吧，谢随安，本少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回到学校后已经下午5点多了，许无忧和逍遥游回到教室，一进门就听见里面的窃窃私语，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目光落在他们身上。刚坐下，2个胆子大的女生就围了上来。许无忧，请你向沈阳离道歉。不是，我为什么要向沈阳离道歉？我做什么事了？黎黎挨打了，肯定是早上黎黎惹你不高兴，你找人欺负她的。她那么好的人，在学校里根本没有讨厌她的。听见没？沈阳黎被打了。许无忧，你不要太过分了。那你想干什么？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打的？没有证据诬陷我，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法律传单。有什么事跟我的律师讲。他在网吧打了一下午的游戏，上哪去雇个人打沈阳黎？更何况他从来都不打女生。2个女生确实没有证据指向无忧，有些不好意思的立马走了。今天一天天的，怎么总遇见这些破事？前面传来惊叹声，许无忧抬头去看，只见谢随安拎着保温盒朝他走过来，身姿颀长，长相出众，不愧是男主，走到哪都能引起轰动。少爷，这是你最喜欢的粥，你胃不好，不能总是不吃饭。不吃，丢掉。少爷，不吃你会胃疼的。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谢随安总是婆婆妈妈的，自己都这么欺负她了，难不成她有受虐倾向？逍遥游，你也还没吃饭，尝尝我家保姆做的可好吃了。许无忧忽略掉面前的谢随安，将粥推到姜木面前，还亲自拿起勺子喂到逍遥游嘴边。我自己来吧。许无忧应了一声好，然后将勺子塞给他，随后一脸挑衅地看着谢随安。看什么？还不快滚！反正你只是来送粥的，谁吃都一样，对吧？看着许无忧戏谑的精致眉眼，谢随安的眼神愈发阴鸷，恨不得将面前的人狠狠抓回去。他的少爷总是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自己惹怒。同学，干嘛要一直欺负他呢？旁边清丽好听的女声传进耳朵里。许无忧在欺负谢随安这件事上，没有人敢插手。我想欺负就欺负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是新来的转学生，白小杨。上的毛巾。混蛋，谁准你抱我了？第2天的一大早，许无忧就被谢随安喊醒吃早饭，因为医生说1日3餐要按时吃饭。不吃，我要睡觉。干嘛？我不想起床。少爷，快起床吧。谢随安猛地掀开被子，许无忧不悦地从床上疼得站起来。医生说过了，早饭要吃，不吃早饭会得胃病的，所以不管许无忧怎么生气，他也必须让许无忧吃了早饭。谢随安，你要是再烦我，我就把你赶出去。谢随安不说话，因为他知道许无忧每次都是嘴上说说，却从来不会那么做。他的小少爷从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你个男人总是婆婆妈妈的管那么多，烦不烦啊？我都说了不要你管，不要你管的意思，懂不懂？从今天开始我就把门反锁，你别想再进我房间了。那就锁吧。谢随安拉过床上的人，直接抱起来就往卫生间里走，单手将人抱好，一手去拿架子上的毛巾。混蛋，谁准你抱我了？少爷，你不听话，我会打电话告诉你母亲的。是的，他许无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的母亲。从小母亲就对他很严厉，把他当最完美的继承人培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小身体就不好，总是吃药。母亲说，如果再不把身体当回事，就会再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他从小受尽了宠爱，家里再多一个孩子的话，一定会分走父母所有的爱。谢随安，算你狠。走到楼下吃饭的时候，许无忧咬着勺子看着外面家里的佣人心中的蔷薇花。今天没有课，少爷吃完后想看看新进的品种蔷薇花吗？刘姨一脸慈祥地走上来，怀里抱着个花瓶，插的正是鲜红艳丽的蔷薇。许无忧最爱的花就是蔷薇，所以一整个庄园种的全是。谢随安上前想给她擦嘴，刘姨却猛地冲撞上来，夺过谢随安手里的毛巾擦了上来。小时候许无忧就是娇生惯养，有人耐心喂饭，帮忙擦嘴，走哪都得有人抱着。所有人不知道，但刘姨是知道的。许无忧是早产儿，所以身体才那么不好。当初和主人家的孩子交换的时候，可是费了不少力气。谢随安看着空空的手，眸中一寒，但看见是自己的母亲，只能强行压下心中的阴戾。后花园的花朵五颜六色，缤纷绚烂，在阳光下面显得更娇更美。许无忧急忙掏出手机拍照，好在他是觉醒后的，想到自己之后会流落街头，这得必须多拍些照留留纪念。虽然他知道之后会发生的所有事，但是他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某天被人戳破身份。
在此之前，他不能像之前那么任性，必须得好好享受生活了，并且还要自己投资赚钱。谢随安刚收拾完碗筷出来，走到后花园就看见许无忧。谢随安没有上前，只是就这么站着，看着鲜艳在那满是红色蔷薇花海中的人，站在阴暗的墙角下，神色痴迷地掏出自己的手机，对准了花海中的人。金色的阳光打在他身上，张扬跋扈中多了少许的夺目，白嫩的小脸上透着少年的青涩无辜，尤其是那双漂亮涟漪的眼睛，魅惑又勾人，哭的时候睫毛微湿，总是睁着无辜的眼睛看着他。谢随安迷恋地盯着屏幕里的人，那是在阳光花海中精致夺目的小少爷，是像他这种阴暗心思恶劣的人不能直染的。谢随安，是熟悉温软带着欢快的声音。谢随安从屏幕中抬头，一眼就看见了那绚烂漂亮花海中的人正笑着朝他挥手，过来一起拍。他瞳孔一深，阴暗的情绪在这一刻有所触动，心脏像是受了莫大的刺激，剧烈撞击。许无忧就好像一个热烈张扬的小太阳，小时候也是，虽然总是欺负他，但一旦出去玩有什么好东西会第一时间分享给自己。他性格阴郁孤僻，就算是现在，他身边也没有一个人靠近自己，他身边只有一个许无忧，以后也只会有许无忧一个。他只要许无忧，谁抢都不行。见许无忧，一般这个时候他都是在网吧的。你不许看！你昨天晕倒，真的是吓死我了。今天寝室里的那帮家伙去看 cos， 你去吗？许无忧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他当然要去了。漂亮的 cos 扮演他最喜欢了。还是在那个咖啡馆吗？是啊，听说来了好多学妹呢。宿舍里面有4个人，许无忧是不住校的，逍遥游和另外2个室友也只是偶尔回去睡，毕竟都是富家子弟，怎么可能会乖乖的待在学校。许无忧和逍遥游走进咖啡馆，一进去就看见穿着各类 cos 的美女姐姐。我操，我最喜欢的妲己。许无忧激动着晃着逍遥游，眼神中满是兴奋，随后拿起手机就跑到了那位姐姐面前。漂亮姐姐，可以集邮吗？当然可以啊。声音是非常清甜的音，许无忧这才发现这位姐姐穿着高跟鞋竟然快和她一样高。她可是175，四舍五入就180的男人，这位姐姐起码得有1.7米吧，高跟鞋就得8厘米。你们来了。齐南从咖啡店外面走进来，抱着一个大箱子，整个人累得满头大汗。看他抱着这么大一个箱子，急忙伸手接过。逍遥游将许无忧拦下，你在这里，我去搬。逍遥游和齐南都是体育生，许无忧知道自己帮不上忙，绕过人群走向2楼。2楼是个很有氛围的小酒吧。不好意思，穿便服不可以进去的，而且需要带着邀请函。许无忧被拦了下来，一眼望过去没有一个是便服的，邀请函好像也不在身上，他只好下了楼，看见2人抱着箱子进卫生间了，急忙跟上去。抱着箱子来厕所干嘛？便服不能进，我去动漫社借的衣服，一人一件，等会带着邀请函进去。齐南早就拿起了衣服往里间走，逍遥游也在3个衣服当中挑了一个走了进去。许无忧看见他们挑完去挑剩下的，只剩2件了，可这2件摆明了是女装啊。不是，你俩串通好的吧？剩下这2件衣服是留给我和秦叔的吗？真没有别的衣服了，你俩凑合穿吧。无忧，那可是我俩亲自给你挑的。秦叔去附近的奶茶店约会去了，离得不远，一会儿就该过来了。这都是些什么东西？这一弯腰就会走光的好吗？许无忧磨磨蹭蹭看了半天，还是从中挑选出了一件自己喜欢的颜色穿上了。紫色的小蛋糕裙，有点短，但裙子真的很漂亮。鱼骨和束腰将她的腰束得极细，红色的裙子更衬得她皮肤白皙，旁边是像海草瀑布般的墨色微卷假发。怎么还有一个毛茸茸的尾巴啊？配套的还有蕾丝花边腿套、猫耳发箍，居然还有黑丝。许无忧穿好后不敢出去，努力的想把裙摆往下拉，她脸涨得通红，不知道怎么穿这种衣服出去。以前参加动漫社团被社团里的女孩子打扮过，但当时穿的裙子是拖地的洛丽塔，哪里像现在这种隐约能看见大腿的。等在门外的2个人早已经换好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出来，轻轻敲了敲门。无忧，换好了吗？我有点肚子疼，你们先去。那好吧，那我俩先去化妆，你等会儿直接上2楼找我们啊。哦，好。为了防止你逃跑，我俩把你的衣服收起来了，你总不能穿成这样去大街吧？你们2个卑鄙小人！直到脚步声渐渐走远，许无忧红着脸才出来。他们2个确实走了。许无忧想找自己的手机，这俩卑鄙小人竟然连手机都给他顺走了。诅咒你们2个吃泡面没有调料，喝奶茶没有吸管，找对象是个带把的。许无忧骂完才从洗手间里出去，刚握上门把手，门就先一步开了。面前是谢随安。谢随安是最近才来这个咖啡馆上班的，他刚刚在2楼准备酒水，不小心有个人弄他袖子上一点红酒，谁知道刚进来会看见许无忧，一般这个时候他都是在网吧的。你不许看！许无忧想闭嘴，却被死死捏住了下巴，被迫仰起头承受。他想过无数社死的画面，但从来没有想到会被谢随安看见他穿女装。谢随安一定会笑话他的，毕竟他一直都是伟大的男人形象。看什么啊？闭眼！许无忧的小脸火辣辣的烫，他肯定自己的脸红了，眼看面前的人还是盯着自己，心里一慌，直接伸手去捂谢随安的眼睛。
谢随安。眼前的画面被剥夺，一双手捂住了他的眼睛，两人靠得有些近，他甚至能闻到怀里人身上的味道。那是来自国外的进口沐浴露，是清新淡雅调制出来的蔷薇白茶香。他和无忧明明用的是同一款，为什么他感觉许无忧身上的味道更摄人心魂？脑海中甚至还能想象到他刚才的样子，及腰的卷发，可爱的毛茸茸发箍，惹人注目的抹胸小紫裙，纯欲又勾人。少爷，绝对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谢随安一定会笑我的。许无忧的脸上满是红晕，撤回手将堪堪遮住大腿的裙子护紧，就往外跑。怀里的温度消失，谢随安看着他跑走的背影，眼眸深邃。少爷喜欢蔷薇花，但此时的他更像那热烈如火的蔷薇。好喜欢，好想关起来。许无忧一路拽着裙子跑到了2楼，在里面扫视了一圈，才看见熟人。秦叔一身古风装扮，手里拿着一个折扇，妥妥的古代书生样子，正和旁边的几位女生说话。这么说，4个人当中就我穿的裙子了。秦叔笑着和周围的女生聊天，目光落在了刚刚从2楼上来的许无忧身上，随后走到许无忧面前，靠近的时候才发现许无忧握着拳头藏在裙子里，刚靠近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拳。你们3个居然敢耍我！哪有？是他们2个，我早就知道他们2个会耍咱俩，我这不买了衣服提前到吗？秦叔不是体育生，但却是几人当中最能打的，最抗揍的。许无忧委屈的不说话，想给秦叔再来一拳时，肩膀被逍遥游揽住。我就知道这衣服适合你。许同学，你真的好美，我们给你化化妆吧。动漫社的女生也同样来到了派对上，刚开始还以为是个身材高挑漂亮的女生，如果她不开口的话，许无忧坐在沙发上，面前的2个女生给她打腮红、化妆。把发箍撤掉吧，我觉得耳边卡个红玫瑰更配。派对开到了晚上，期间一直有人找她要联系方式，玩到晚上将近0点才差不多快要结束，已经有不少cos老师因为要早点回家，已经离开了。无忧，你的衣服给你放在化妆间了，等会儿我们送妹妹们回去就不一起了啊。女孩子单独回家不太安全，有不少人组团商量先送女孩子回家，然后再各回个家。许无忧本来想着和逍遥游一起回去，但她晚上要回老宅，明天是她妈妈的生日，所以要早些回去。你们先走吧，过一会儿家里的司机就来了。许无忧把3人送走后才回到化妆间去换衣服，玩了那么长时间，这个鞋把她的后脚跟磨得生疼。想着和家里的司机发的信息，房间里的灯泡发出声音，她抬头看向房间上的灯泡，咚，上面的灯泡发出声音，许无忧看见灯泡猛地熄灭，房间顿时落入一片黑暗。怎么突然停电了，老板？我刚进房间一下就黑了，吓死我了。大家不要惊慌，只是停电了，先到楼下大厅。外面传来吵闹的声音，许无忧去摸梳妆桌上的手机，刚摸到身后就伸来一只手，立马捂住了他的口鼻。就身后的人身材高大，手心宽阔温热，一手捂住他，另一只手按住他的腰往后拖去。那人力气很大，轻而易举的就能揽住他一整个人，尤其是腰间的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扣在他的腰间。许无忧不住的挣扎。化妆间里有一张沙发，那人将他拖到那里的压在沙发上。他想伸手去摸口袋里的东西，可却忘了他现在身上穿的是个裙子。嘴巴刚一得到解放，许无忧就朝外面大喊：“救命！有变态！”许无忧想闭嘴，却被死死捏住了下巴，被迫仰起头承受。暧昧和抗拒的声音在这个寂静的房间内显得尤为清晰。变态！我居然会遇见变态，还他妈亲我！我可是一个男孩子。许无忧被死死地压制住，身上的人气息强大，把他按得死死的。目测是一个很高的。不听话的猫咪就要把它丢到可怕的世界里，经历过险恶，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对它好。他好害怕，许无忧的眼睛瞬间布满眼泪，泪水顺着眼角滑落，不住的挣扎哽咽。听见他哭，那人好像更凶了，许无忧甚至感觉这个人是不是想吃掉自己。门外的吵闹声越来越大，身上的人猛地起身，紧接着就听见开门的声音。他刚刚没有听见开门声，说明这个变态就是藏在化妆间里的。那个变态走了，许无忧摸着自己有点疼的唇，疼的一下哭出来。黑暗中的无感无限放大，让他的神经更为明显。门再次被打开，许无忧停下哭声，害怕地看向门的方向。紧接着他看见了蜡烛的火光是谢随安。少爷，您在吗？谢随安。听见熟悉的声音，许无忧从沙发上起来，跑去抱住谢随安。许无忧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害怕的肩膀轻颤，双手紧紧搂住谢随安。怎么了，少爷？我遇见变态了。许无忧从小就被人惯着宠着，从小到大都没有遇见过这种事。别哭了，我带你回家。谢随安将外套脱下来套在他身上，给司机打了个电话就离开了咖啡馆。坐在车里，许无忧还依然很害怕，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泪珠，整个人抱住谢随安的手臂。许无忧一想到刚刚发生的事，鼻子瞬间又酸了。变态，真可恶！下次一定要在咖啡馆里安个牌子，让女孩子们小心坏人。少爷，到家了。车子稳稳地开进庄园里，似乎一到家心里才有那么一点安全感。许无忧下车就往自己房间里跑，跑到浴室里换衣服洗澡。半夜凌晨1点多，谢随安的房门被人敲响。谢随安一打开门就看见穿着睡衣抱着毛绒小熊的许无忧。许无忧眼底红红的，
紧紧抱着小熊站在他面前，就这么委屈地看着自己。谢随安，我能不能跟你睡？我做噩梦了。他洗完澡睡觉，一闭眼都是在黑暗的房间里被人捂住口鼻拖走的情景。谢随安将人领进屋里，他的房间不像许无忧的房间好看漂亮，不像他房间到处都是小熊的毛绒玩偶。谢随安，怎么了少爷？我以后听你的话，乖乖吃饭。你能不能每天晚上陪我睡觉？我知道之前自己的结局不好，那都是因为自己过分欺负谢随安了。那要是往后不欺负谢随安了，反而帮他撮合撮合女主，那以后应该不会结局悲惨了。况且之前是因为自己看上女主了，谢随安才惩罚自己的。但是那天看见白小羊，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再加上经历过这事，根本没办法一个人在黑暗的环境里入睡。刚刚开着灯睡，也害怕。好，不听话的猫咪就要把它丢到可怕的世界里，经历过险恶，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对它好，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那从明天开始，你去我房间睡，我以后也不欺负你了。谢随安沉默地点了点头，但眼神中却波涛汹涌，压抑着兴奋和疯狂。之前都是偷偷的去房间抱着少爷睡，现在倒是可以光明正大了。听好了，只有我能欺负你，以后谁的话都不能听，就算是刘姨的也不行。少爷，起床吃早饭了。早上被谢随安喊醒，许无忧本来想倒头大睡的，可想到昨天说的话，还是起来了。今天居然有他爱吃的小馄饨，因为昨天哭过，眼睛还是有些红肿，整个人看着有些病态和憔悴。少爷，是有什么不舒服吗？许无忧不说话，闷头吃自己的小馄饨。自己虽然不是许家真正的少爷，但是我也是真的很讨厌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好日子和别人的孩子交换的做法。谢随安，你以后上桌吃饭吧。主人的桌子只有主人可以上桌，像他们这种仆人是不能和主人同一个桌子吃饭的。更何况许家有权有势有钱，在这里面工作的人哪怕是个看门的都月入过万。少爷，他一个贱孩子，不配跟你一张桌子上吃饭。刘姨，他是你的孩子，你这么说话是不是不太好？刘姨心里一咯噔，平时他辱骂教训谢随安的时候，许无忧是从来不管他。少爷教训的是。许无忧看一下门口面无表情的谢随安，想到他从小都是在辱骂中度过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是自己抢走了他的人生。许家少爷的位置本该是谢随安的，自己只是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罢了。谢随安，你过来。谢随安刚上前就被拉住了手。听好了，只有我能欺负你，以后谁的话都不能听，就算是刘姨的也不行。从小许无忧就说他是他的钩，所以有时候谁欺负他，许无忧都是第一时间打回去。谢随安眉心微动，语气淡淡的，眼神落在他身上。我都听少爷的，谁准你们欺负谢随安的？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是许无忧时常说的话，别人听着可能会觉得过分，但谢随安却不这么认为。他是少爷的，是少爷的私有物。许无忧今天要去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要去找一个人，一个能让他以后月入百万的人。许无忧离开后，谢随安刚收拾完东西就被刘姨狠狠甩了一巴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少爷让你上桌你就上桌吗？你是低贱的，跟少爷没法比，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是我的，他就是我的。刘姨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但更生气他说的话。他当然知道谢随安才是真正的苏家少爷，如果要是被识破，他不仅要坐牢，就连他真正的孩子许无忧都会被赶出来。你别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许无忧的，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谢随安不明白，从小他就很纳闷，为什么他的妈妈不喜欢他。他为了让妈妈喜欢他，努力的考100分，他说什么都会去做。小时候叫他必须听无忧的话，每次被欺负的很了，他也是一声不吭。为什么妈妈还是不喜欢他？之前一直搞不懂，但是现在他不需要了，他不需要妈妈的爱了，因为他爱上了别人，他更需要许无忧的爱。许无忧带着司机去了郊区的一处农场，农场因为收入惨淡，已经快要倒闭，但这边地形不好，根本卖不出去。许少爷，许无忧从车上下来，这边的路都是土路，尤其是前几天下了几场大雨，地上就跟江湖一样。司机看着许无忧那双黑色的高定球鞋被弄脏，下一秒就掏出手帕蹲下身去擦拭。不用了，比起以后自己四处逃跑吃不饱饭，这点泥土又算得了什么？许少爷，这是合同书，只是这个地方地形不好，养殖和种植都是赔本的买卖。您确定要买下这块地吗？许无忧接过合同书，这个地方虽然养殖和种植都是赔本的买卖，但这么大一块地不仅仅是能用来养殖和种植，这里四面环山，其实风景倒不错，周围甚至有一些小村庄。位置虽然偏僻了些，但这都只是时间问题。土壤不错，但没有足够的阳光，种植也都是不行的，但风景好，适合隐居，说不定以后这里就是他的容身之所了。戾气和愤怒瞬间布遍全身，语气像是剔骨的冰，带着深深的偏执。因为他是我的。平时他的零花钱就不少，存起来就算以后被赶出去也能放进银行吃利息，但他更想挣大钱。许少爷，这块地咱们买下来，夫人会不会生气啊？不会，以前他的零花钱都是买跑车，但现在他想投资一些东西。这个地方不适合种东西，也不适合养，但是风景和空气好，又安静，
完全可以开发为一个旅游点，山清水秀，要什么有什么，旁边就是一个很穷的村庄。说不定还能改善村民的生活质量。拿着合同回到庄园，将签好的合同锁进柜子里。这件事目前还不能被人知道。学校的课程总是枯燥无味。你昨天不会熬夜了吧？逍遥游看了看旁边泪眼婆娑的许无忧，顺便将新买的限量版跑车给他看。你看，最近的限量款，全世界只有3辆，我爸给我买了。不是限量款啊，你不是最喜欢跑车了吗？过生日我送你。不要了，你爸给你买的，你留着吧，别什么都给我了。逍遥游，你和我做朋友是因为我的身份吗？他们这些贵族子弟能玩到一起，其实并不是说小时候就一起关系好，往往是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他们怎么去接近同龄的权势人家，成为朋友，以后的生意也能帮衬着点。你为什么这么说？没什么，他只是很想知道，如果逍遥游要是知道自己是个鸠占鹊巢的冒牌货会怎么想。食堂今天又研究了新菜品，爆炒炸小肉丸。因为上午签合同，中午的饭在外面吃了，所以下午的小肉丸他一定要吃到。许无忧拽着逍遥游走进食堂，本以为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结果刚进门就看到了谢随安。少爷，炸小肉丸，你都给我打好饭，你的脸怎么了？许无忧震惊的上前想接过餐盘的时候，才发现谢随安的侧脸有一个很明显的手掌印。在这个学校里，还有人敢欺负谢随安？不知道谢随安是我的人吗？没事，少爷。什么没事？只有我能打你。他妈的，谁动的手？我母亲打的，少爷不要生气。刘姨，许无忧眼眸微眯，他最讨厌别人碰自己的东西了。炸小肉丸不愧是他的最爱，爆炒的也那么好吃，这种香辣的口感简直非常适合他的胃啊。其实从今天炸小肉丸的信息发到群里之后，谢随安中午就打了满满的一大盘，但是始终不见许无忧过来。你怎么不吃？我不太饿。不太饿，干嘛要来食堂啊？许无忧吃到一半就吃不下了，习惯性的将剩下的推给面前的谢随安。我吃不下了，你吃。谢随安本就给他打了好多他爱吃的，但是满满一大盘他根本吃不完。吃不完就丢掉。谢随安是你的垃圾桶吗？我不逼他。谢随安，你吃吗？他从小到大不喜欢吃的食物都是谢随安吃的，爸妈不让他挑食和浪费，他都是捧着碗跑谢随安房间让谢随安给他吃掉的。吃。谢随安拿起筷子夹起里面的小肉丸递进嘴里，刚吃一口筷子就猛地被人打掉，面前的餐盘被人倒扣在桌子上。谢同学，我在这里，他不敢欺负你的。谢随安看着空空的手，皱起眉头，眼神瞬间变得阴狠，面色不悦地看着旁边站着的女人。许无忧也没想白小羊会直接上手。难道这就是女主的魅力吗？谢随安一直盯着她，都快盯出窟窿了，烦死了。想到这两人以后会相爱，谢随安以后为了哄她，甚至花高价买世界上仅有一条的钻石项链。果然啊，不管在什么地方，男女主光环都是他们这些炮灰比不上的。许无忧垂下眼帘，随后起身离开。谢随安看见许无忧起身，也立马起身跟上去。谢随安，他都这么侮辱你了，你怎么还去找他？一脚被白小羊抓住，眼看许无忧越走越远，走进人群要消失在视线里。谢随安眼里的戾气和愤怒瞬间布遍全身，语气像是剔骨的冰，带着深深的偏执。因为他是我的。鞋的主人捏起他的下巴让他看着自己，他看不清人的脸，但能清楚地感觉到男人冰冷的触感，像是毒蛇舔过一样。所有人都知道你死了，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了，永远陪着我吧。小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直到手被人狠狠地甩开，他也没有回过神。刚刚谢随安说什么许无忧是他的？不是这样的啊，明明调查过的，谢随安和许无忧只是主仆关系。他需要一个人能够给他里应外合来拿下许氏的地皮签约合同，谢随安是更合适的人选了。许无忧虽然不接触家中的事业，但父母对他的宠爱可谓是整个世界都知道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一旦被他抓住了许无忧把柄，那么加上父母对他的宠爱，他说不定能对许氏提条件。少爷，干什么？人家女生为你出头，你不得请人家吃个饭？为什么要抓那么紧？少爷不要丢下我。谢随安看着面前带着愠怒的小脸，耳朵气得有些红，涟漪漂亮的眼睛里满是愤怒，就像这一只气急的猫咪带着愤怒的眼神看自己。可爱，想摸。我发现你是不是找虐？我最近都不怎么欺负你了，你还赶着上来？谢随安，你不会是个狗吧？我不是，我是少爷的狗。许无忧心里咯噔一声，听见他这句话，脸上突然涌上一片红。不是，他怎么这么轻易就说出来了？难道自己把谢随安教得那么好了吗？谢随安，白小羊摆明了对你心思不简单，你知道的，我的东西不允许别人触碰和惦记。许无忧终于把他的手掰开了，刚活动手腕肩膀就被人揽住，抬头就看见熟人。好巧，无忧，你们在干嘛？没干嘛。齐南整个人靠在无忧身上，目光在两人身上环视了一眼，顺后靠近无忧说悄悄话。陌生的男人搂着无忧，两人靠得很近，说悄悄话的时候，唇甚至都碰到了他的耳朵。谢随安的手紧紧攥住，眼神有些阴森，俊秀的脸显得有些阴鸷。为什么那么多人惦记我的宝贝？你说真的吗？那一会儿我和你一起去。许无忧笑得眉眼弯弯，就像个耀眼的小太阳，
不知道听见什么好玩的事，眼睛里全是光。好啊，等我先回宿舍拿个东西。眼看着许无忧要被这个陌生男人给哄骗走，谢随安冷不丁的突然开口：“少爷，你忘了变态的事了吗？”这句话让许无忧瞬间停住了脚步，连笑容都僵在了脸上，仿佛又回到了那天停电的时候。什么变态？哎你！将许无忧拉过来圈进怀里，语气温柔的要命，但眼神都是满满的病态。少爷，天马上就要黑了，晚上的变态最多了，回家吧。许无忧被人拥着走远，齐南看了看空着的手心，似乎还能感觉到刚刚触碰到他肩膀的温度。男人最懂男人了，那个男人十分的不一般。回到家洗完澡，许无忧抱着小熊让谢随安在他床边打地铺，不要关灯，就睡我床边。那个小熊是谢随安2年前的暑假打工给他买的，他是个小熊控，喜欢任何关于可爱小熊的事物和东西，娃娃很多，但最喜欢这个，抱着这个娃娃每次都能安稳入睡，但自从昨天开始就睡不着了。好的，少爷。睡梦中许无忧睡得不太安稳，他居然梦见的是一个陌生的场景，那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面前崭新的鞋一尘不染，鞋的主人捏起他的下巴让他看着自己。他看不清人的脸，但能清楚地感觉到男人冰冷的触感，像是毒蛇舔过一样。所有人都知道你死了，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抢走了，永远陪着我吧。梦境突然之间转换，那个男人在暴打面前的一个人，拳拳到肉，只听到被打人的撕心裂肺的嘶吼。我让你们把他藏起来，为什么不看好他？为什么让他逃走了？血肉模糊，那人似乎是疯了，几乎要把那人给打死，直到被人拉开才像没有生气般的垂下了手，直到那个男人抬起了头，那双阴郁的眼睛和更加冰冷狠厉俊秀的面貌让他看得清楚。那不是谢随安吗？许无忧猛地从床上惊醒，额头布满冷汗，心脏也是砰砰的跳个不停。他觉醒后只知道自己结局悲惨，自己只是一个炮灰，被丢进大海基本就没戏份了。可梦中的是什么？许无忧惊醒的动静也吵醒了床下的谢随安。谢随安第一时间醒过来，起身查看许无忧的情况。许无忧脸色煞白，情绪明显还沉浸在刚刚的梦境当中，眼神中满是恐惧。谢随安看着他惊疑不定，无措地捂住自己的头，身体小幅度的起伏，上前把人搂进怀里。许无忧的这副样子把他心疼坏了，但谢随安并不后悔在咖啡店所做的举动。少爷太不听话了，也太单纯。气得上前就想打谢随安，手腕被人轻轻抓住拉到了唇边，谢随安抓着他的手在自己脸上蹭了蹭。只有真正经历过可怕的东西，才会有梦魇。许无忧怒视着旁边的男人，想到梦里的谢随安跟个恶鬼一样把他关起来折磨，就一肚子火，强行挣开他的怀抱，抓起自己的娃娃就往谢随安身上招呼。少爷，娃娃砸在自己身上其实并不是很疼，但他明显能感觉到许无忧的气愤。都怪你，都怪你，都是因为你我才做噩梦的。难道他已经知道咖啡馆的那个人是自己了吗？都怪我。少爷不要生气了。谢随安，你给我出去站着，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来。少爷不害怕了吗？这话一出来，许无忧浑身的毛都炸起来了，气得上前就想打谢随安，手腕被人轻轻抓住拉到了唇边。谢随安抓着他的手在自己脸上蹭了蹭，眼神深深注视着他，有种莫名的阴森。自己当时是怎么萌生出不欺负他的想法的？想到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现在恨不得就把谢随安踩到脚底下。滚出去！谢随安五官深邃，漆黑的眸子里带着迷恋，站了3秒还是乖乖松手出去了。谢随安本来就性格阴郁，所以才会对一直为他出头开朗阳光的白小羊心动。正因为性格阴郁偏执，所以折磨人的手段多之又多。要说是疯子，没有人比以后的谢随安更疯了。许无忧第二天早上是被齐南的电话吵醒的，今天课少，昨天说好的要去找逍遥游来着。今天天气确实是挺热的，无忧找了一身白色运动装，刚出门就和谢随安对上视线。现在都已经上午了，谢随安还站在他门口，还真 TM 的站了一晚上。行了行了，别碍眼了，你忙去吧。许无忧掠过他，叫上司机就前往萧家。听说萧母给逍遥游说了一门亲事呢。许无忧到了目的地就让司机先回去，刚进门就被秦叔从后面蒙住了眼睛。齐南适时开口：“猜猜我是谁？”秦叔。两人互了看，秦叔刚松开手就被许无忧打了一拳。他现在最讨厌别人在背后偷袭他了。下手还是那么狠，怎么猜到的？三人一起走进客厅，秦叔特别想知道为什么许无忧每次都能准确的猜出是谁蒙他的眼睛。这不很简单吗？齐南总喜欢打篮球，所以总是换衣服，身上都是洗衣液的味道。你就不一样了，都是女人的香水味。秦叔低头闻了闻，可他今天只约会了一个女朋友啊，而且是个乖乖女，从来不喷香水。大厅里围满了人，都是商业圈的富家公子哥和小姐们。看来萧母是真的很急给逍遥游相亲啊，里面很大，比他以前参加的酒会还要大。齐南带着许无忧找个角落的位置坐着，秦叔端了份蛋糕过来。没看见逍遥游，但有你爱吃的蛋糕。秦叔将蛋糕放在许无忧面前，刚坐下就有几个女孩子过来要联系方式。无忧哥哥，一个穿着蛋糕裙的小女孩穿过人群，三人里面看到了姜妍抱着一只兔子小跑过来。无忧哥哥，你好久没来了，妍妍想你。5岁的乖乖萌萌小女孩最戳她的心了，无忧眼神中满是柔和。妍妍今天真好看，无忧哥哥才最好看。你们怎么坐这边了？我快愁死了。逍遥游瘫倒在沙发上，一脸疲惫。齐南拍了拍他的肩膀，兄弟，没想到哥几个当中你是最先结婚的。
八字没一撇呢，我不急。逍遥游视线落到一身运动装的许无忧身上，穿着运动装更显得年纪小了，青春活力，把那双最勾人的眼睛更显得澄澈单纯，那柔顺的脑袋看着就想摸一下。恐怕那么多人中，只有他这3个兄弟没有穿正装了。拿起蓝莓蛋糕吃了2口，突然被蛋糕呛到，顿时脸涨得通红。快喝口水！齐南急忙将水递过来，手里的蛋糕被逍遥游接走。秦叔也围上来拍了拍他的后背。小少爷啊，你怎么也不小心点？你只是我的一条狗，我凭什么要回你的信息？我是少爷的狗，但狗也是时时刻刻需要知道主人在哪的。喝了一杯水后才勉强好了一点。江岩拉了拉许无忧的衣角，无忧哥哥，你没事吧？没事。3人看他缓过来了，才松了一口气，吩咐旁边的佣人将蛋糕撤下去。聚会还在继续，逍遥游和萧江岩被萧妈妈叫走了，秦叔也被一群女孩子叫去玩游戏。许无忧看着旁边齐南，有些纳闷，他怎么不去和那些女孩子玩游戏啊？不去啊，万一你又被噎到怎么办？齐南注意到许无忧口袋里的信息提示音一直在响，而许无忧只是看了一眼，就把手机塞进了口袋也不管。谁的信息？怎么不回呢？谢随安。听见这个名字，齐南眼眸中划过一丝冷冽，凑上前将揽进怀里。要不叫他也过来？你叫他过来干什么？他就是个神经病。男人最懂男人了。齐南早就知道许无忧身边有个从小到大的狗，性格怪，脾气怪，浑身上下都透露着狠劲。那天一见，果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看许无忧的眼神分明就是看猎物的侵略和占有。齐南看着身边金贵白嫩的小少爷，凑过去拿许无忧的手机。你这么讨厌他，我不得替你教训教训。齐南打开许无忧的手机，微信界面立马蹦出来好多未读信息，点进去就能看见谢随安发的。少爷，你去哪里了？我去接你，不要一个人乱跑，不安全。少爷，我很担心你。少爷不听话吗？我会找到你的。齐南看着这些信息都感觉头皮发麻，这人的控制欲未免也太强了些，难道干什么都要跟他提前报备一下吗？齐南把定位发给他，然后笑着将手机塞进了许无忧口袋里。许无忧没空搭理他，只是对聚会感觉到兴许无聊，比他以前参加过的还要无聊。坐在角落里，虽然很难被注意到，但是2人身上的气质却尤为突出。那个穿运动装的人是谁？看着挺嫩啊。那个许家的独生子，我劝你不要惹人家。你看着他单纯无害的，谁不知道去年的那场聚会上有个男人上前搭讪，那小少爷没理他，结果那人上前就摸人家的脸，那小少爷当场剁了他2个手指头。脾气挺暴，我挺喜欢的。那人像看死人一样看着张旭，随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走了。那小少爷的脸孔很清秀，他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贵气漂亮的人。秦叔叫了几个妹妹一起过来，几人正在打扑克牌，才打了几把，门卫就领着谢随安进来了。小少爷，你家的恶犬来了。许无忧握着扑克牌，抬眼看向谢随安，四目相对，谢随安的目光明显冷了很多，带着阴森的侵略性。看什么看？转过去。少爷，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息？又是那偏执、阴沉、带着粘稠的眼神。许无忧将牌重重地扔到桌子上，猛地站起身走向谢随安，周围的人吓了一跳，然后就看见许无忧气愤地上前，抬手就掐住了比他高的谢随安下巴。你只是我的一条狗，我凭什么要回你的信息？我是少爷的狗，但狗也是时时刻刻需要知道主人在哪的。谢随安的眼神太过侵略渗人了，齐南站起身拉住许无忧的手臂拽到自己身后，语气轻蔑又嘲讽。看来教训的不错，挺有自知之明。秦叔也扔下了手里的扑克牌，笑着揽住许无忧的腰，手不老实的在他头上摸了一把。小少爷真有本事啊，但小心恶犬急了也是会咬人的。谢随安那双眼睛死死地盯在许无忧腰间的那只手。少爷，请你跟我回家。齐南没想到他们都这么说了，谢随安没有一点生气和难堪，甚至连眼神都没施舍给他们。这谢随安真的是有病。许无忧不想看见他，现在也不想搭理他，示意了门卫一个眼神，让他们把谢随安拉出去。谢随安注意到了许无忧想干什么，阴恻恻地笑了一声，往前又走了一步。少爷，你不记得我之前说过什么吗？威胁他，他最讨厌别人威胁他了。这句话是真的把许无忧给惹生气了，挣开齐南和秦叔的手，上前拽住谢随安的衣领往下拉，狠狠甩了一巴掌，白皙的脸上立刻涌现出手掌印。少爷，要是再遇见变态，我可就不会来了。谢随安盯着面前金贵的小少爷，目光落在他的唇上，真想当着这些虎视眈眈的人面前狠狠亲上去，让他们好好看着许无忧是属于谁的。这些烂虾臭鱼是怎么敢跟我抢人的？仰着头深深地凝视他，语气骄纵又恶劣。只要我开心，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会去做？少爷手疼吗？谢随安忍下心里龌龊疯狂的想法，伸出手轻轻抓住了刚刚扇他脸的那只白嫩的手。真是疯了，自己不仅骂他，还众目睽睽之下扇他，他居然还担心自己的手疼不疼。许无忧现在一点也不想看见谢随安，一个劲儿的蛮横发脾气，想抽回自己的手，却发现他抓得很紧。松手！可手却被越抓越紧。齐南想将两人分开，刚准备走过去，就看见许无忧用空着的那只手再次给了谢随安一巴掌，这一巴掌比那个更加响亮。这下好了，左右脸都对称了。许无忧甚至能感觉到掌心都打得有一瞬间的麻木，但还是嘴硬朝面前的人骂。
你再不松手，我就再给你一巴掌。跟我回家，我就松手。谢随安的声音也变得比刚刚更加阴沉，暗哑带着几分危险。许无忧又炸毛了，他最讨厌别人威胁他了。刚刚自己给了他2巴掌，左右脸都对称了，他总不能再打。就凭谢随安这执拗的性格，他就算今天把手给打断，谢随安特么的也不会松手。行啊，那你求我，跪下来求我，我就跟你回家。这是侮辱，是裸裸的侮辱，没有人愿意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人欺负吧？这简直就是对人格的践踏。许无忧也保准了谢随安就算再疯再变态，也不可能忍着侮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下求他回家。谢随安是狗，但许无忧知道他并不是一条乖顺听话的天选男主又怎样？现在不还是被他赤裸裸的当着所有人的面侮辱？谢随安被他的话沉默了一瞬，但眼底并没有很大的变化，甚至周围的人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哄笑声。许无忧看他一直没有反应，又不松开自己的手，直接就是伸脚就往他腿上踢。许无忧感觉自己像踢在了一块钢板上，谢随安没有任何反应，他自己倒是疼得几乎想弯腰。求少爷跟我回家。什么？许无忧惊讶地抬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手没有被松开，他面前的人却单膝朝他跪了下来。谢随安眼眸深邃，认真地盯着许无忧的眼睛，众目睽睽之下，嘴唇微张。求少爷跟我回家。疯了，谢随安一定是疯了。许无忧感觉自己的脸开始发烫，他是真的没想到谢随安会真的跪，即使再不愿意，许无忧也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毕竟周围全是看好戏的人，忍着怒气拽着谢随安就往卫生间方向走去。秦叔也犹豫着要不要跟上去。别去了，咱们去也帮不上忙。刚进卫生间，许无忧就把谢随安推在墙上，一只手狠狠地掐住他的脖子。我让你跪下来求我，你还真做啊？周围那么多人，你不要脸吗？我不要脸，我只要少爷开心。谢随安眼眸下垂，看着他白嫩漂亮的手，此时正掐着自己，似乎还能隐隐约约闻到少爷身上的味道，这让他呼吸粗重，开始痴迷心亮起来。不是，你什么眼神？别用这种恶心的眼神看我。许无忧疼得松开手，被他的眼神吓退，谁知谢随安猛地靠近，将他吓退到洗手池边缘。他本就比不上逍遥游他们高，现在更是比不上谢随安，后腰被抵在了洗手池边缘，而面前的谢随安则是俯下身，双手撑在上面将他围起来。许无忧瞬间被吓到，恐惧和愤怒交织在一起，急得他破口大骂：死变态，你神经病啊！滚开，别靠我那么近，好吓人！谢随安不会掐死自己吧？神经病，我让你滚开，没听到吗？我去你的，我一定弄死你！好听，好可爱，少爷在骂我，骂得好凶。眼看着面前人的眼神越来越暗沉，甚至涌上兴奋，许无忧的声音慢慢软了下来。他现在是真的确定谢随安是个变态了。少爷，身下的人皮肤白皙娇嫩，涟漪的眼睛湿漉漉的带着怒气。许无忧身上好闻的蔷薇白茶味钻进鼻腔，尤其是那红润饱满的嘴唇，谢随安恨不得直接亲下去，但是他不能，有些东西一旦染上就会上瘾，怕哪天真的控制不住，心里阴暗龌龊的想法会控制他的行动。许无忧怒视着他，本以为他会打自己，没想到还是这么乖顺的样子，一个天选男主甘愿给他一个炮灰做狗。谢随安图什么？心里升起更恶劣的想法，许无忧直接伸出双臂搂住了面前人的脖子，仰着头深深的凝视他，语气骄纵又恶劣：只要我开心，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会去做？谢随安对于他突如其来的靠近心里扑通乱跳，漆黑幽深的瞳孔颤了颤。少爷说的我都会做。那我要你穿猫咪服装给我看。笑话，将近190身高的男主穿那衣服谁能不爱？他要拍照，要留下来当做以后侮辱谢随安的秘密武器。要是谢随安以后要是报复自己，他就把他的视频照片全都发到网上。嘻嘻，他可真聪明。嘴唇贴近了他的耳朵。我可以当面做给少爷看，但绝对不会是视频和照片。怎么样，谢随安，你愿不愿意？谢随安扣紧了许无忧的腰，嘴唇贴近了他的耳朵。我可以当面做给少爷看，但绝对不会是视频和照片。不愿意就直接不愿意了，还说什么当面？谢随安，你真没意思。距离那天的事已经过去几天了，许无忧可谓是没事找事儿，比以前做的还要过分。这天新进了一批花苗，许无忧直接指挥谢随安一个人去种，谁都不许去帮，并且晚上睡觉还把门反锁，不准谢随安进，让他每天都打地铺睡在自己门口。今日的太阳毒辣辣的，晒在身上都好像要掉一层皮。谢随安身上的衬衣已经湿透了，头上冒着汗，衬衣黏腻的粘在身上，那宽肩窄腰八块腹肌更加的明显。许无忧坐在凉亭里，看着他那好到爆的身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这让他心里更不爽了。谢随安，滚过来！谢随安走向凉亭，刚一靠近就被迎面泼了一杯水，水很凉，本来被太阳晒得就很热，因为这一杯凉水反倒清爽了不少。少爷，把衣服脱了。谢随安沉默不语地将身上的衬衣脱掉，这好身材一览无余，还能看见腹肌上微微的汗珠。这谢随安哪里营养不良？穿着衣服不显身材，怎么一脱衣服跟双开门有一拼？许无忧垂下眼眸，喝了口水，随后一只手已经悄悄地摸了上去。邦邦硬，难道是背着我健身了？软乎乎的小手摸在他的小腹，这让他身体里升起一股火热，身体比他刚刚在太阳下种花还要滚烫。许无忧没注意他的反应，摸了几下，又捏了捏，这才悻悻地收回手。滚吧！他就是想摸一下而已，
还真别说，那手感真不错呀。谢随安眼眸微垂，身体像是有一股火，没有立马去种花，反而去了其他地方。他的房间许无忧曾经是来过的，单调又无趣。可他的小少爷从来没有注意观察过他的房间。许家有钱，每个房间都有另外的衣帽间和小书房。他将衣帽间和小书房贯通，又找了书柜挡着，将那只属于他的秘密基地藏在阴暗的地方。谢随安坐在他修改过的衣帽间，里面只有一张电脑桌和椅子，但墙壁上却贴满了许无忧的照片，睡觉的、吃饭的、洗澡的、上学的，就连电脑的锁屏都是许无忧。谢随安眼眸猩红，眼神痴迷地紧盯着屏幕上的人。他很期待，要是有一天被许无忧发现了，他的小少爷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是把他赶出去，还是逃跑呢？他好期待。外边的许无忧只是一晃神儿就不见谢随安的身影了，这让他觉得谢随安一定是偷懒去了。刘姨，一会儿找人把花种了，我出门了。少爷，今天太阳那么毒，就别出去了。不碍事，我一会儿就回来。许无忧出门是要去看自己买下来的那块地，最近找了很多设计师，设计师帮他设计房型，还请了风水师查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剩下的就需要慢慢来盖房子了。今天的太阳确实挺毒辣，许无忧刚一下车就感觉自己要进一个大蒸炉了。山里还是稍微那么凉快点的。看了风水八字，大师告诉他命中有一劫，劫后这个地方就是他命运的转折点。大师，我这一劫能不能破？破不了，这是你命中的劫难，但好在你身边有一个人，他能护你一生。前半句许无忧还信，但到后面什么有一个人他就不信了。他这辈子可能都是炮灰一个，即使是他现在觉醒后，也没有一个人能保护他一生。他知道自己性格恶劣，被惯养出来的脾气谁都受不了，没有人能受得。谁他妈失恋了？是我养了几年的狗死了。少爷，这是从家里给你带的牛奶。许无忧挥了挥手示意他去吃饭，然后拿起牛奶喝了一口。不是，我说小少爷，你缺个打饭的人手，我也可以啊。逍遥游有些醋醋的，目光落在他盘子里的饭菜上，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是许无忧爱吃的。从那天许无忧离开后，他就纳闷谢随安究竟是个什么来头。虽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但也未免太听话乖巧了些。不一样，他也就只配给我打饭菜了。许无忧刚喝了一口牛奶，目光就瞥见了旁边的一男一女身上。白小羊笑得开心，将一个粉色的东西塞进了谢随安的口袋里。谢随安没在笑，正一眨不眨地盯着面前的少女。男生身材高大，气质不凡，女生漂亮精致，青春活力，心中突然升起不爽。许无忧猛地站起来，逍遥游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看见许无忧阴沉着脸，怎么了？逍遥游看向他，又看了看他的餐盘，才注意到他的餐盘里有个绿色的东西，是香菜。有香菜你早说嘛，我给你吃了，别生气。这位娇气的小少爷最讨厌香菜了。没想到谢随安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许无忧早就注意到有一个香菜了，但他只想吃饭，不想找事儿。那边两人还在交流，谢随安明明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怎么对他就有那么多的话可聊？男主和女主到最后都会像故事里的一样有个完美的结局，而且他这种炮灰就只能成为他们感情的垫脚石。谢随安性格阴郁，最后一定会被女主治愈，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谢随安，你给我滚过来！谢随安没想到许无忧会喊自己，随后朝无忧走了过去。许无忧看他走过来，上前将他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撕开包装是一个刻着字的巧克力。女生都喜欢送自己喜欢男生巧克力，这算什么？表白？许无忧握着巧克力，看着谢随安，随后将巧克力递到他面前。我不是说过了，我最讨厌别人惦记和触碰我的东西。少爷，我没有。是你说只做我一个人的狗，怎么别人一招手就过去了？你是我许无忧的狗，知道不知道？男人的话果然不能信，总喜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自己难道不比白小羊更优秀吗？他比他有钱有权，喜欢他的女孩子都排到法国了。谢随安是眼瞎吗？谢随安上前抓住许无忧的手，将手里的东西塞给他，最后深深看了一眼就扭头走了。许无忧半天摸不着头脑，打开看见清秀工整的字体，是一封情书，里面写着深深的爱恋和痴迷，承载着少女最美好的青春。没有看到最后里面的名字不是谢随安，是许无忧。谢随安学会反抗了，真的因为天定女主对他发起了反抗。许无忧抬头去看他走远的方向，才发现站在食堂门口的少女正朝他招手，笑得青春洋溢，而谢随安正大步走向他。白小羊是朝许无忧招手，看见谢随安过来，急忙开口：“情书帮我送到了吗？”又一个给少爷写情书的，真烦人！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别让我再警告你第二次。怎么，你喜欢不敢追，还不允许我追了？好像从来没有人坚定地走向过自己。自己本来就是家里宠上天的心头宝，可是后来身份被识破之后，自己却被毅然决然地被许家赶出去。我的这些财富、权利都是偷来的，就连妈妈的爱也是偷来的。心中被狠狠地触动，许无忧眼眶突然红了，狠狠地将手里的纸条撕碎。说什么只做我一个人的狗，结果白小羊招招手就过去了。逍遥游上前去拉住许无忧的手，许无忧却猛地回头躲开他的触碰。逍遥游呼吸一怔，看见许无忧眼眶红红的，似乎还闪着泪光，整个人委屈又无措。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无忧哭。抱歉，我有点急事。许无忧一个人去了街上的一个小酒馆，
他酒量差，一碰酒脸就会红，刚喝了一口酒就倒在吧台上烂醉如泥。同学，你没事吧？调酒师就是和他同校的，来做兼职的。许无忧眼眶通红，今天是下定决心要痛痛快快的喝一场。男生看无忧这副模样，只能猜测应该是失恋了，将他面前的烈酒藏到了其他地方，换上了果酒。要是失恋了，那就再谈一个，不能总在一棵树上吊死啊！谁他妈失恋了？是我养了几年的狗死了。我养了几年的狗，别人一招手就跟别人走了。我平时对它也不错啊，给它吃，给它穿，小时候还帮它赶走欺负它的人。他妈的，就是这么报答我的。许无忧越说越激动，拿起面前的果酒就一饮而尽。你是不是换我酒了？怎么变味儿了？我看你只喝了一口就满脸通红，你是不是酒精过敏啊？过敏？绝对不可能！把你们这最烈的酒给我上来！从凳子上站起来，刚动了一下，就被一个人抓住了肩膀。这不是许家小少爷吗？好巧啊！